你敢信吗？宇宙中最臭名昭著的毁灭者黑洞，居然可能是生命的温床。在黑洞的事件世界外侧，理论上存在一颗能让液态水留存的行星，它不用依赖恒星光照，仅凭黑洞扭曲宇宙的神奇力量就能获得温暖。更疯狂的是，在这颗星球上，1天的时间足以跨越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这不是科幻小说的脑洞，而是近期研究揭开的宇宙级漏洞。今天我们就来解锁这个宇宙中最诡异的宜居地，看看生命在黑洞阴影下生存要闯过多少难关，又会经历怎样颠覆认知的奇幻体验。提到黑洞，我们脑海里都是吞噬一切的恐怖画面，任何物质靠近都会被潮汐力撕成原子。但宇宙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极端条件下总能诞生反常识的可能。超大质量黑洞就是这个例外的关键。首先得明确，不是所有黑洞都有资格孕育生命，能提供宜居条件的必须是宇宙中的巨无霸，质量超过 1.6 亿倍太阳的超大质量黑洞，而且得是高速旋转的那种。它们的秘诀藏在宇宙诞生时留下的余温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平时这玩意儿比绝对零度高不了多少，冷到根本无法加热任何物体。但在高速旋转的超大质量黑洞附近，时空被扭曲成了宇宙放大镜。黑洞的超强引力会把这些微弱的辐射压密提速，发生蓝移效应，就像把分散的星光聚焦成激光，辐射的能量被瞬间放大，直到温度刚好能让水保持液态。这就形成了一条剃刀般狭窄的宜居带，刚好在事件世界外侧，引力足够扭曲辐射供暖，又不会强到把行星撕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中最挑剔的学区房，位置必须精准到毫厘，黑洞必须是顶配，稍有偏差就成了生命禁区。而这只是生命在此生存的第一重前提。就算有了宜居带，行星总不能凭空出现吧？总不能是某颗星球不小心闯进黑洞危险区，刚好停在宜居带里，还真不是。最新研究发现，超大质量黑洞周围其实藏着行星形成的温床，那些围绕黑洞旋转的巨大气体尘埃盘。这些圆盘能延伸数光年，虽然看起来是混乱的宇宙漩涡，但本质上和孕育了太阳系的星云盘一样，都是行星诞生的摇篮。模型预测，在这些极端环境里，可能诞生数以万计的行星，形成一场宇宙级的房产热潮。但问题来了，在黑洞身边安家，可比在太阳系危险多了。黑洞周围的吸积盘会发出强烈的紫外线和 X 射线，星系核心区域更是恒星密集，超新星爆发，宇宙射线随处可见，这些都是生命的致命杀手。行星要想活下来，必须自带防护甲，一层比金星云层还浓密的霾状大气层。这层大气就像天然的辐射盾牌，能挡住致命的高能射线，只让被黑洞放大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穿透进来。有了这层铠甲，行星才有可能从焦土荒漠变成宜居星球。更神奇的是，这里的昼夜交替根本不需要太阳。行星围绕黑洞旋转时，黑洞的引力透镜效应会扭曲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把黑洞的阴影投射到行星表面。也就是说，白天是被放大的宇宙余温，黑夜是黑洞本身的阴影。想象一下，天空中没有太阳，却有一片吞噬光线的黑暗区域，周围是被扭曲的星云光影，这画面比任何科幻电影都震撼。但危险从未远离。星系核心是宇宙中最拥挤、最狂暴的区域，恒星密度是太阳系附近的数千倍，超新星爆发的冲击波，黑洞喷射的高能喷流，随时可能冲击行星的大气层，或者打乱它的轨道。就算行星顺利形成，也得时刻渡劫。不过好在基数够大，数以万计的行星中，总有几颗能中奖，在混乱中稳住阵脚，为生命诞生留出时间窗口。如果真的有生命在这颗星球上诞生，他们的第一体验一定是时间错乱。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越强的地方，时间流逝越慢。在黑洞宜居带，引力强度足以让时间发生极致膨胀。对星球上的生命来说，他们只过了一天，在外界宇宙中已经过去了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在这颗星球上，一个文明从诞生发展到灭亡，可能只花了1年的时间。
但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来说，已经过去了千万年。等我们发现这个文明的信号时，它可能早就消失在宇宙长河里了。反过来，外界的宇宙在他们眼里会变成快进画面，超新星爆发，像烟花一样频繁绽放，星系碰撞在瞬间完成。宇宙的演化速度快到让人眼花缭乱，这种时间尺度的差异会给生命演化带来完全不同的压力。比如，地球上的生物有100万年时间适应环境变化，但在这里，一场外界看来缓慢的宇宙灾难，可能在他们眼里是突然降临的灭顶之灾，根本没时间反应。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主观时间又很长，足够生命完成复杂的演化，发展出独特的适应机制。除了时间，气候也是个大难题。在地球上，稳定的地轴倾斜带来了四季分明，但在黑洞附近，引力的拉扯会让行星的自转轴疯狂摇摆。可能今天还是热带气候，明天就变成冰天雪地，也可能某段时间里地轴又意外稳定，形成一段短暂的气候黄金期。这种极端又多变的环境对生命来说是巨大的考验。简单生命或许能靠顽强的适应力存活，但复杂生命要想演化出来，恐怕得靠逆天运气。如果生命真的能在黑洞身边存活，它们的样子可能会颠覆我们对生命的所有认知。首先是能量来源，地球上的生命靠太阳光照，而这里的生命可能得吃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被黑洞放大后的辐射既能提供热量，也能成为能量来源。它们的光合作用可能和我们熟知的完全不同，不需要叶绿素，而是靠某种能捕捉高能辐射的生物分子。其次是抗辐射能力，就算有大气层遮挡，这里的辐射水平依然远超地球。能存活的生命可能拥有超强的 DNA 修复机制，或者根本不用 DNA 作为遗传物质。某种更稳定的生物大分子能在辐射环境中保持结构完整，甚至它们的感知方式也会不同。在被引力扭曲的环境里，光线、声音的传播都和地球不一样。它们可能没有眼睛，而是靠感知引力变化来观察周围。它们的时间感知是慢动作模式，和我们的认知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但更关键的是，我们能发现它们吗？传统的生命探测方法，比如寻找氧气、甲烷等大气生物标志物，在这里可能完全失效。黑洞的引力会扭曲行星的信号，让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大气成分。就算有外星文明发出无线电信号也会被引力延迟畸变。等传到地球时，可能已经变成了无法识别的噪音。我们可能只能靠间接线索，比如吸积盘的光线里出现了异常的周期性变暗，或者探测到了某种无法用物理现象解释的热量信号，那可能是行星在黑洞阴影下靠宇宙辐射维持温度的痕迹。但就算发现了这些线索，我们也很难确定那就是生命。毕竟在黑洞这种极端环境里，很多物理现象都能产生类似的信号。这就给天文学家出了个难题，要怎样区分非生命的宇宙奇观和生命的痕迹？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一切听起来都太离奇了，真的有可能发生吗？坦白说，目前这还停留在理论可行的阶段，要满足的条件实在太苛刻。超大质量高速旋转的黑洞，精准定位的宜居带，能形成行星的尘埃盘，足够厚的大气层，稳定的轨道和气候窗口，每一个条件都是小概率事件，叠加在一起，概率低到令人发指。但宇宙的魅力就在于，再小的概率乘以宇宙的尺度，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我们的太阳系只是银河系中1000亿个恒星系统之一，而银河系只是宇宙中1000亿个星系之一。谁能保证在某个遥远星系的核心就没有一颗行星刚好踩中了所有幸运密码，在黑洞的阴影下孕育出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个发现本身就颠覆了我们对宜居环境的认知。以前我们总觉得生命只能诞生在恒星周围的宜居带，要有合适的温度、液态水、稳定的恒星。但黑洞的案例告诉我们，宇宙的可能性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广阔。生命的诞生不一定需要恒星，引力、宇宙辐射都可能成为能量来源。极端环境不一定是生命禁区，反而可能催生出更独特、更顽强的生命形式。或许有一天，当我们的探测技术足够先进，能穿透黑洞的引力屏障，
看到星系核心的真相时，会发现，在那个我们以为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竟然藏着宇宙中最神奇的生命奇迹。那么，你觉得黑洞身边真的能有生命存活吗？如果有，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脑洞。